动作类游戏作为玩家们最喜欢的游戏类型之一，无论在哪个时期、哪个平台，都相当的受玩家们的欢迎。从运动到战斗再到射击，其实都可以笼统的归类在动作游戏之中。而在作为便携游戏机代表的 Switch 中，有许多非常有意思的动作类游戏。那么今天我就为大家来推荐几款在 Switch 中非常有特点的 ACT 作品，以及一些体验还算不错的动作类2D 游戏，以此来帮助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动作类游戏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ACT。如果本期视频点赞破200，那么下期我们就来看看运动与 FPS 中有哪些值得一玩的游戏。首先是一款非常酷炫帅气的 ACT 游戏，由 Switch 平台独占的《异界锁链》。作为白金工作室为 Switch 量身打造的作品之一，本作在十分优秀的战斗系统之上，又新引入了一个名为雷击 N 的设定。这个新系统让玩家可以在战斗中同时操控2个单位进行作战，而玩家的3种武器、5种不同的雷击 N 的连招体系又相互独立，却又彼此影响。在玩家完成不同连段后，会有一瞬间的闪光提示，而在这个瞬间进行雷击 N 的召唤，并能使出对应连段的连携技。而每种雷击 N 的战斗能力与特殊性能也都各不相同。连招稳定万机油的箭式雷击 N 可以提供非常稳定的输出与控制，而攻势雷击 N 则可以在其他雷击 N 的连段最后进行伤害的补充以及拉开距离后的牵制。腐蚀与万智虽然行动迟缓，但都可以在敌人削刃时造成高硬质与高伤害的同时提供续航。玩家自己的3种武器也能与各种雷击 N 产生不同的效果。可以说本作的战斗体验在 Switch 中是相当抢眼的，时髦帅气的画风与战斗特效，加上游戏本身高质量的玩法，让这款异界锁链绝对值得喜欢动作游戏的 Switch 玩家前去尝试。而下一款游戏也同样是由白金工作室产出 ，Switch 的独占游戏《贝尤尼塔3》。本作作为白金工作室的招牌游戏，算是近些年传统 ACT 游戏的残党之一了。在本作中，游戏简化了前作上肢与下肢不同武器装备的设定，取而代之的是可同时携带的2种武器与恶魔奴隶的加入。与异界锁链类似，在完成某些招式连段后，背脊也会出现一瞬间的闪光，在这个瞬间召唤恶魔，并会产生高伤害的招式收尾，并且玩家还可以直接对恶魔进行召唤，操控这些庞然大物进行战斗。而本作中提供的数量相当可观的武器及恶魔奴隶，加上系列一直都非常稳定的战斗系统，让这部《贝尤尼塔3》无论是在战斗的观感还是手感上，都绝对属于系列的顶峰作品。由于 Switch 平台的限制，虽然游戏画面硬水平不高，但是在游戏的演出上，本作为玩家带来了相当丰富的大场面。几乎每种恶魔都会有一个与其对应的玩法不同，但是观感超绝的超大型战斗，并且本作还新加入了一个可操控的角色维欧拉。不过虽然有着与贝姐截然不同的战斗模式，但是在操作手感以及表现上，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贝姐逊色不少的。游戏华丽的大场面、丰富的武器招式与恶魔奴隶，加上游戏水准超高的战斗系统，即便不看剧情，也足以让喜欢动作 ACT 游戏的玩家们爱不释手。再接下来则是卡普空的冷饭《轨迹3高清特别版》。与其他平台的版本不同， Switch 版的《轨迹3》新增了许多独占的特性。相较于 PS2 的原版，冷热武器都只能分别携带2种。Switch 版中，玩家则可以任意切换所有的冷热武器，让战斗更加华丽的同时，可以打出更多有意思的连段。而新增的特性也远不止如此。原版中，但丁每次只能携带1种风格进行战斗，而在 Switch 版中，但丁的6种风格能在游戏中进行随意的切换。特别是3代中独占的水银与同行者风格，更是可以支持玩家们天马行空的创意，打出许多在后续版本中绝对无法打出的特殊连段。在专门刷怪的血红中，Switch 版则是新加入了本地联机的特性，玩家可以通过2个手柄进行分屏游玩，分别扮演但丁与维吉尔2位角色进行战斗。可以说，这部 Switch 的移植版在原版本就优异的基础上，填补了原版的空缺，并且新加入的各种机制也能更好的辅助玩家们上手这部老游戏。即便你玩过原版游戏，亦或是其他平台的移植版，这部 Switch 版的《轨迹3 SE》也是值得你再来体验一遍的优秀移植作品。接下来还是白金工作室的作品《尼尔：机械纪元》。游戏在移植优化上做的可以说是相当完美，与 PS4 版相差无几的画面表现力与游戏十分稳定的帧数，都让本作在 Switch 中的游玩体验十分不错。游戏的战斗系统相当的简单易懂，角色有着类似猎天使模拟那样的闪避机制，在完美躲开敌人时，并会发动强力攻击，一举将敌人打飞到天上进行连段。而与合金装备中雷电十分相似的打击感反馈，也是为游戏增色不少。玩家每次在战前最多可以装备2把不同的武器，分别代表轻攻击与重攻击进行连携作战。不过游戏的战斗系统相较于上述的前几部作品还是相对简陋，但是游戏的主要玩点还是在剧情上，在一个个没什么营养的开放世界中进行探索，找到一个又一个隐藏关卡，
而这些隐藏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关卡与线索，便是引导游戏走向不同结局的关键信息。游戏在剧情以及世界观的构建上相当长远，将龙背系列以及前作相互串联。不过游戏性上就没有那么专精了。但是即便单看游戏的战斗系统的话，本作的体验其实也很不错了。如果你接触过系列前作或前传，那么本作是你绝对不能错过的精品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本作如果想要打出结局需要联网，而 Switch 的国行版是连不上的，这也导致国行是没法通关本作的。这点还是需要大家来留意一下。再来，我们看几款不是 ACT 但也相当有意思的横版动作游戏。首先必然是微软的亲情巨献《奥日与黑暗森林》与《奥日与银河一致》。凭借着微软的强力意志，让这两部作品在 Switch 中的效果完全不输其他平台。手绘的优秀 2D 画面，加上游戏流畅的动作与讲故事般的叙事，使玩家很容易便能沉浸其中。本作主打的还是银河城市的平台跳跃闯关，在一张2D 的大地图中四处游走，凭借着不断获得的新能力，前往一片片之前无法接近的新区域来推进故事。如果你喜欢银河城类的游戏，又或者平台跳跃闯关类，那么这两部奥日都绝对会让你眼前一亮。在本期视频的最后，也是两款与 Switch 契合度相当不错的小体量作品《毒神与哈迪斯》。游戏节奏快，并且带有相当不错的重复游玩性，再加上游戏简单易上手的门槛以及超高的上限，使这两部作品都相当适合随拿随玩。哈迪斯丰富的肉鸽内容量与毒神高强度的挑战，都保证了游戏极高的可玩性。无论是等人、坐车时，都可以随时来上一局。利用 Switch 的便携与游戏的耐玩，充分填充碎片时间。如果你刚入坑 Switch， 想来点内容量不错的2D 游戏，那么这两部作品都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期望。好的，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点赞破200就会有新的游戏推荐哦。GT 赛车的盘点需要往后再延期一下。我是三位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